不要出声！有人进了宿舍，看到小豆发在宿舍群里这条消息时，我正在宿舍厕所里边蹲坑边刷手机。那个人浑身是血，你们赶紧找个角落躲一下。我先躲到隔壁宿舍报警。我屏住呼吸，我知道他不是在恶作剧。我已经听到了外面哒哒哒的脚步声，似乎是高跟鞋。厕所门上没窗，我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也不敢动弹弄出声响，只能僵硬地坐在那里，死死地攥着手机。屏幕上小豆的消息此刻成了救命稻草，给了我莫大的安慰。狭小逼仄的环境里，我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还好我在厕所里，其他人也都不在宿舍。小妮和小婉今晚有节选修课考试，宿舍里只有我和小豆。我在厕所蹲坑，而小豆刚刚去走廊外接水了。外面响起了砰的关门声，随即是哒哒哒的声音远去。那个人没到厕所来看。我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我站起来提上裤子，在宿舍群里回了一句好像走了。群里有个奇怪头像的人发了一条消息，你在宿舍里？与此同时，许久没有动静的小豆又发了一条消息，隔壁宿舍没人，好几个宿舍都空了。两条消息几乎同时发出来，我愣了一下，赫然发现4个人的宿舍群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5个。门外走廊重新响起一阵急促的哒哒哒的声音，像是有人穿着在走廊上飞快地跑。我迅速地反应过来，用最快速度冲出厕所，扑向宿舍门口，用身体死死地抵住门，反锁。几乎同一时间，门外有什么东西狠狠地撞在了宿舍门上，随即就是一下接一下的撞门声。穿着高跟鞋，应该是个女人。女人的力气真的这么大的吗？出什么事了？宿舍进来人了？你们2个没事吧？手机屏幕亮起，宿舍群里有消息弹出，是小婉，显然是刚刚看到消息。我们2个刚进宿舍楼，这个人是谁拉进来的？小婉也注意到了群里刚刚出现的第5个人。我在输入框里打，别回宿舍，先去舍管或者其他宿舍待着。宿舍门口有个变态，刚想点发送，却又想到那个变态也在群里，于是点开了和小婉的私聊对话框，消息显示发送失败。我才发现竟然没有信号，可是宿舍群里却可以正常聊天。小豆的消息先我一步的在宿舍群里发了出来，别回宿舍，先找个地方躲着，只有这个宿舍群还能发消息。等等，不对。我没听到高跟鞋离开的脚步声，我迅速地重新抵住门，同时门被从外面狠狠地撞了一下，只差一点就要被撞开，我手心几乎要被汗湿透。他刚刚差一点点就要进来了，怎么办？不能坐以待毙。我想到了，既然那个怪人也在群里，我在群里发，大家别怕，小豆刚刚已经报警了。这话也是说给那个人听的。我心里祈祷着那个人能看到这句话后赶紧离开。小豆没看懂我的意思，反而说110打不通，一点信号都没有，我们只能在这个群里说话。小妮，社长快先把这个人踢出去，这就是那个变态，踢不掉，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成了群主了。咱们宿舍周围的宿舍门都没锁，里面都没有人，灯还开着，有个屋子甚至有吃到一半的泡面，就像所有人一夜之间消失了。我的心里已经是一片冰凉，值班室空着，舍管大妈不在，我们出不去宿舍楼了，鬼打墙，这简直就是灵异事件。那与我只有一扇门之隔的人，究竟是人还是？我头皮一阵发麻，快离开那里，别在群里说自己的位置。对，我就是这么暴露的。他留下宿舍群这个唯一的联系方式，是为了方便找到我们的位置。我们宿舍在4楼，小婉他们在1楼的话，他跑下去怎么也要1分半到2分钟的时间。更何况我没听到他离开的脚步声，他虽然不撞门了，但仍然守在我门口不舍得离开。他找到其他人还需要时间，但我就在这里逃不掉。他撞开门只是时间问题。我感觉自己像是锅里的青蛙，面对着迟早烧开的水而无可奈何。可是小豆刚刚也说他在隔壁宿舍呀，他为什么不去找小豆？这时候我冷不丁地看到阳台上一个身影飞快地闪了过去，我后背瞬间被汗湿透。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一件很恐怖的事，因为我点开一条诡异短信，我陷入了真实的逃生游戏中。现在我需要打开眼前的门，唯一的线索就是放在床头的病历本。我十分头疼，这4位密码究竟是什么鬼？病人对某一特定数字产生强烈反应，数列中出现最多的数字是5。我仿佛想到了什么，用铅笔把所有的数字5连了起来。看来我没有白刷这么多密室游戏。接着我小心翼翼地输入了新密码，在我的心惊胆战中，熟悉的一声咔，门开了。我谨慎地把头伸出去看了看外面的情况，外面是一条走廊，没几个灯是亮着的，还有些是一闪一闪的，整个走廊都弥漫了一种阴森的气氛。我轻手轻脚地从房里走出来，向刚刚怪物走的反方向逃去。很快我看到了护士站，我微微蹲低了身子，害怕护士站里也有什么怪物等着我。等我悄悄靠近之后，发现护士站空无一人。我再一次环顾四周，确定安全之后，轻轻地在护士站里翻找，想找些线索。我发现了病历本，只有3本明显是新的，别的病历本上都是厚厚一层灰，而3本里有我的，一个叫袁毅的，一个叫赵刚的。我怀疑他们2人应该也是玩家。还好病历本上附着照片，我暗自记下他们的长相，就把病历本摆回了原样。然后我在一堆书中间找到了一张被书夹着的红山市精神病院地形图。我找到宝了，吹开上面的薄灰，我看到了整家医院的情况介绍。医院一共4层，地上3层，地下1层，除了大门口以外，在负1层还有一个紧急逃生通道。而我现在就处于3层的精神病房区，难怪这里阴森森的。2层负责诊治和理疗，1层则是缴费区和放风区，负1层是太平间。看到这里，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负1层是绝对的危险啊！生路怎么在那里？突然有一串小跑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在向我靠近，我急忙把地图折起，然后整个人缩在了椅子和桌子之间的空隙中。接着我居然听到一个甜美的女生声音，吓死我了！这里都是什么怪物啊？这里不会也有吧？女生？难道是袁毅？正当我想出去的时候，一个粗犷的声音在我上方响起：妹子，这个游戏居然有妹子，
不过妹子你干啥不转头？话还没说完，我就听到一声惨叫，以及突然弥漫开来的血腥味。我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生怕发出一点声音。尽管浑身颤抖，我也知道现在绝不是害怕的时候。等到外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之后，我才敢把手放下来。我依旧保持躲藏的姿势，想来刚刚那个应该就是唯一的男性玩家赵刚了吧？这里的怪物居然还会模仿人类女性的声音，麻烦了。等了几分钟之后，我才颤抖地站起来。果然，我看到在护士站的桌子上，还有走廊的地面上的血，血腥味不断刺激着我的味蕾。这个游戏当真是杀人不眨眼，做的效果竟然还如此逼真。希望自己能幸运一点，顺利逃生吧。等我出去了，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短信删了。想归想，现在还是要好好想办法出去。我把折好的地图拿在手上，凭着记忆朝楼梯走去。虽然电梯也是有的，但是胆小的我害怕它会直接给我降到负1层。小心推开楼梯间大门，发现里面除了黑一点，倒是没有什么大危险。我蹑手蹑脚地走进楼梯间，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刚走了2步，我的手就碰到了什么，眼角的余光看到了在我刚刚打探楼梯间情况时的视觉盲区，赫然躺着一个女孩。看了看她的脸，是病历本上那个玩家袁毅，她应该是晕过去了。我使劲推了推她，看着她慢慢的转醒。袁毅看到我的第一眼是惊恐的，他正要尖叫，我一把捂住他的嘴，别叫，我也是玩家，叫了我们都得死。闻言，袁毅慢慢的冷静了下来，然后他示意我放开他。我照办之后，袁毅满脸通红的小声说道：“你这女孩子力气怎么这么大，差点被你捂死。”然后他向我快速介绍了一下他遇到的情况。他醒来时，病房就是开着门的，所以一开始他就在走廊上探索。可是运气很不好的，在楼梯口遇到了那个眼睛在后脑勺的怪物，就昏迷过去了。听完他的经历，我轻声的告诉了他我的经历，还有另一位玩家的死亡。袁毅的脸随着我的叙述越来越惨白。等我说完之后，就急匆匆拉着我要逃向2楼。虽然疑惑，但是我没有多问。很快，我们来到了2楼，在准备推门进去之前，袁毅和我彼此对视了一眼，把门打开了一条缝隙。还好，这里没什么意外。袁毅说3楼的怪物肯定在找我们俩的踪迹，要加紧逃生了。我默默的点了点头。由于负1层必须要乘坐电梯才能到达，我们此时在寻找能让电梯运作的电卡。为了提高效率，我们打算分开搜寻。半个小时之后，楼梯间的护士站汇合，2楼的走廊布置和3楼简直如出一辙，这灯的质量一模一样。我这头一眼望去，似乎只有2个诊室。出于谨慎，我在准备进第1个诊室的时候，悄悄透过玻璃看了一眼里面。这回的诊室里空无一人，诊室门口还是熟悉的9宫格。我试了一下4个0，密码到第3位是重置了，看来是3位数密码。环顾四周，只有墙上的图案可能是线索，但似乎被灰尘挡住了。擦去灰尘，就能看到墙后隐藏的暗语。快入睡的我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却是好玩的恐怖游戏，后面是一个链接。本担心电炸的我准备不理会，可作为资深恐怖推理迷，我还是没经得住诱惑，点开了它。链接打开，跳到了一个奇怪的网页，满屏的小方块跳动着，像是一张被撕得很碎的海报，随意漂浮在屏幕上。不等我想太多，天旋地转的我就陷入了一片黑暗。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被牢牢地锁在了一张床上，动弹不得。欢迎第106位玩家加入游戏，游戏逃生后会有丰盛的奖励。我环顾四周，斑驳的墙壁和早已脱落的墙纸，生锈的铁床以及暗无天日的病床，这里的灯光都是阴森森的，还没有窗。这里的一点一滴都在告诉我，和我经历了的无数个灵异游戏无二。这里恐怕又是什么黑心医院，造成了数人死亡，最后关闭吧。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晃动床，企图摇松着床板，因为绑住我的是牛皮材质的皮带，人力掰不动也咬不动，反正床也生锈了，摇一摇总能塌的。大力出奇迹，我憋足了吃奶的劲儿，咔一声，整个床板塌了。然后我也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床板塌了，绑在床沿上的皮带也松了，我自然而然脱困了。但是我尝试着动了动，实在起不来，太疼了哇！我可是一瞬间脑袋、屁股、脊椎和大地亲吻了。正当我想哼哼2声时，紧闭的病房门外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我立马鲤鱼打挺，悄咪咪地躲在了门和厨的夹角处，以防开门直接被发现。笑话，按照常理，这里哪还有什么人？要是被发现就完了。这家医院的门上都有一个长方形的玻璃，这倒利于我观察外界，而脚步声也在慢慢逼近。突然，我意识到一个问题，连忙重新躺在了塌下来的病床上，并重新把手脚放回到皮带中，闭上双眼，减弱呼吸，伪装成我昏迷未醒的样子。听到门锁咔的一声，我的冷汗差点没滴下来。我闭着双眼，极力维持住颤抖。是的，我刚刚突然意识到，这玻璃恐怕是双向的。如果让外头的东西发现我的床又塌了，人又没了，恐怕会提前触发杀机。躺回去装作是床自己出的意外是唯一的选择。大意了，刚刚应该听见外面动静再动手的。接着，我感受到一双黏糊糊的手在沿着我的下巴摸上来，似乎是要看我醒没醒。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一边极力维持住平静，一边祈求着不要挂在新手村啊。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真的听到了我的呼唤，我听到隔壁病房传来一声嘈杂的响声，而我脸上的手一顿，脚步声似乎也在慢慢远去。当然，我留了个心眼，等到门完全锁上，然后脚步声往隔壁走去2、3秒后，我才慢慢睁开了眼睛。我轻轻地回到门后，然后用手摸了一把我的脸，竟然摸下来不少黏糊糊的绿色粘液，给我恶心的，我还来不及吐槽，就看到隔壁门外竟然有一个男人被打晕了，拖在地上向另一个方向行走，而拖着他的则是一个类人的怪物。说类人是因为他的身形就像是一个普通男性，但是他的眼睛奇大无比，而且占据了整个后脑勺，身上还流着绿色的粘液。看到此景，我是又惊又怕。惊的是这家医院里的人除了我居然还有别人，难道这是一个合作逃生类游戏？还有别的玩家？怕的是这怪物果然不能用常理去思考，
眼睛居然在后脑勺。但凡刚刚我提早睁眼了，现在被拖着的恐怕还有我了。这个游戏处处是坑啊！等到怪物远去之后，我抓紧在房间里找开门的线索。如果没猜错，刚刚应该是医院里的查房，不知道等会儿还有什么东西要来。迟则生变，我得赶紧离开这间房间，然后找到这家医院的地图，再想办法逃出去。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房门的锁，居然还是个电子锁，上面是熟悉的9宫格数字，看来是数字锁。我按了零键4下，然后听到第一声代表重启，看来密码是4位。环顾房间四周，唯一可能和密码有关系的，可能只有散落在病床旁的病历本了。病历本上的几串数字格外醒目，我仔细端详着，这一定和开门密码密切相关。高考考场上，监考老师塞给我一张纸条，我偷偷打开，就见上面写着一句话：抢走你前桌的试卷，并向他表白，否则10秒后他将死亡。我的前桌是我们学校的年级第1，也是我的暗恋对象。我计划高考完就向他表白，这纸条是怎么回事？让我在高考考场上向人表白，恶作剧吗？虽然我想不通监考老师为什么要恶作剧，然而下一瞬，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发生了。屋顶挂着的老式电扇突然脱落，锋锐的扇叶朝着前桌的脑袋削去，我的脸上一阵湿热，脑袋一阵空白，身体僵在那里，发不出一点声音。这时，门外突然进来2个穿白大褂的人，将前桌的尸体抬走了，地上的血迹也很快拖干净。更诡异的是，四周的考生全都在认真做题，像是完全没注意到刚刚发生的事。我坐在椅子上，浑身发冷。要是我刚刚真按纸条上的做了，前桌是不是就不会死了？我打开那纸条，心脏猛地一跳，那纸条上的字居然发生了变化，去打最后一排考生的脸一巴掌，否则30秒后他将死亡。我迅速起身，来到最后一排。巧的是，最后一排是我学校的校霸，我很怕他，平时看着都要开走。我深吸一口气，伸出手，在他脸上猛地甩了一巴掌。校霸猛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他妈的，你敢打老子！他猛地一拍桌子，站起身，揪起我的领子，将我压在墙上，另一只手握拳抬起，就要朝着我脸上揍来。就在我下意识闭上眼睛，准备迎接剧痛的时候，突然响起一声轰隆巨响。我和校霸同时转头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校霸刚刚坐着的位置居然塌陷了下去，灰尘蒙蒙，那洞似乎很深。要是校霸刚刚没站起，可想而知是什么下场。校霸愣了一下，放开了我，你小子救了我。很快，校霸也发现了不对劲，他们怎么都没反应？这么大的动静，监考老师和考生竟都没有注意到。与此同时，我看到2个穿着白大褂的在教室门口张望着，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这咋回事？校霸着我问道。他问我问谁啊？好在现在校霸和我一起，2个人也有个伴，有事可以商量一下。我低头看向手中的纸条，只见上面的字再次发生变化。监考老师都佩戴监考证，照片是本人照片可交谈，要是发现照片上是骷髅，千万别和他交谈。我刚看完，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同学，发生了什么事吗？面前是一个陌生的男监考老师，五官端正，长得还挺好看的，脸上正挂着温和的笑。我刚想说话，想到纸条上的规则，于是低头看向他的监考证，照片居然是黑色骷髅头。老师，这里塌了个大洞，你快来看看怎么回事！校霸连忙叫道，似乎很高兴，终于有监考老师发现不对劲了。我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监考老师在校霸的指引下走了过去，这洞有点大，得找东西补补。监考老师看向校霸，笑容逐渐变得诡异，突然伸出手，在校霸的背上推了一把。下一瞬，校霸就被推进了那个深坑里，很快传来骨头碎裂的声音。校霸没了声息，只有浓郁的血腥味从深坑里冒了出来。校霸死了！我僵在那里，寒意从背后冒了出来，因为那监考老师已经走到我的面前，正直勾勾地盯着我，笑得诡异。同学，你跟我去办公室一趟。我刚想拒绝，就看到纸条上浮现出新的一句话：不要拒绝监考老师的任何要求。从刚刚发生的事可以看出，这纸条上的话就是规则，不遵守规则就会死。我看着面前诡异的监考老师，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口水。你想拒绝我？监考老师停下脚步，转头看向我，眼神里闪耀着兴奋。我没说话，跟了上去。监考老师的脸上闪过失落，我跟着他的身后走出了教室。踏出教室的门，我就察觉到诡异，整个考场都很安静，天空雾蒙蒙的，对面的教室看不太清。我路过几个教室，都是空的，这好像已经不是原来的考场了。到了，监考老师的声音响起，我看向眼前的办公室，门开着却黑漆漆的。更不妙的是，一股浓郁的血腥味从里面冒了出来，伴随着咔嚓咔嚓的声音，就像有什么怪物在吞噬着血肉。监考老师再次开口：同学，快进去。他的声音里带着兴奋，你只能犹豫10秒钟哦，10秒钟不进办公室就会死。但是办公室里藏着吃人的怪物，进去也是死，怎么办？我该怎么办？高考考场上，监考老师塞给我一张纸条，我如果不按照纸条上的要求做，就会死。前桌和校霸都已经死在我面前，此刻监考老师让我进一个充满血腥味的办公室，10秒钟不进办公室会死，但是办公室里藏着吃人的怪物，进去也是死，我该怎么办？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就在我快要彻底绝望的时候，一个声音响起：这位同学，考试时间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快回到你的考场去。我转头就看到一位女监考老师站在我背后，我看向她的监考证，那上面的照片是她自己的照片。纸条说不能拒绝监考老师的要求，这2个老师的要求产生矛盾，我当然要遵守后面一个老师的要求啊。我连忙转身朝着教室快步走去，转身余光扫过骷髅头老师，瞥见他脸上的不甘还带着狰狞。走出一段距离，我看向身边的女老师，老师，这究竟怎么回事？老师没说什么，而是塞给我一张东西，就转身走了。我看着，那是一张染血的准考证，名字叫张丽。张丽这个名字好像有点熟悉，我很快想起来，确实有个叫张丽的学生
是另一所学校的学霸，在我的上届参加高考，却在高考考场上自杀了。转眼我就来到考场门口，走了进去。我在门口停了一下，考生们依旧机械地低着头埋头做题。张丽，快回到你的座位上。这时，监考老师的声音响起，他看向的是我。我愣住了，为什么叫我张丽？我不是张丽，我的脑袋像是卡住了一般。我叫什么？监考老师阴森森的目光扫了过来，我连忙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后，监考老师那阴森森的目光便移开了。我松了一口气，一摸后背，已经冒出一层冷汗。我的脑袋混混沌沌的，拿起笔，在面前的语文试卷上做起来。我要认真做题，我要考第一。不经意间瞥向桌子上的准考证，脑袋像是被什么砸了一下，突然清醒过来。我不是张丽，张丽这名字看着像男生，其实是个女生，从证件照都能看得出是个很恬静的女生，而我明显是个男生。监考老师是怎么把我认成张丽的呢？我看向自己手里的纸条，诡异的是，那纸条居然变成一张白纸，刚刚出现字，仿佛都是错觉。我看向四周，考生们都在奋笔疾书，两个监考老师在教室里轻声走动着，一切都仿佛恢复正常了。就在这时，突然一个女生冲到我的面前，抢走了我的试卷。我喜欢你，她表白道。以往要是这么漂亮的女生向我表白，我早就高兴地飘上天了。此时却毛骨悚然，我连忙站起身，要抢回我的试卷。与此同时，锋锐的山叶擦着我身体飞过，落在地上，发出巨响。可想而知，我要是刚刚不站起来，那山叶能削掉我半个脑袋。我心有余悸，冷汗涔涔。这位考生，发生了什么事？监考老师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看向的却是刚刚那个女生，告诉老师发生了什么事。那女生紧闭着嘴，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监考老师又露出那诡异的笑，为什么不告诉老师呢？那女生都快吓哭了。我的目光扫过监考老师的监考证，是她的照片。我开口道：“老师，我告诉您发生了什么事。这风扇的山叶掉下来了。”监考老师这才看向我，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极为不情愿地走开了。谢谢你啊。那女生松了一口气，低声道：“你刚刚为什么不敢说话？”那女生将手里的纸条递给我看，写着一句话：监考老师都佩戴监考证，照片是本人照片，可交谈。要是发现照片上是骷髅，千万别和他交谈。和我猜测的一样，他也拿到一张纸条，上面会出现规则。那监考老师的照片是骷髅头，他低声道。我心中更加疑惑了，我上一次看到的也是骷髅头，这一次为什么变成了他的照片？我和那女生低声聊着天，其他人依旧在奋笔疾书，监考老师也像完全没注意到一般。女生叫舒然，也和我一样的遭遇。监考老师突然塞给她一张纸条，之后就发生了诡异的事。我们都是可怜的受害者，这种情况下只能合作，才能找出出路。我和她共享了信息，张丽是死人，死人不受纸条上的规则束缚。舒然确实很聪明，很快找到问题的关键。我拿到张丽的准考证，在老师和同学眼里就成了张丽，纸条上的字消失了，没有规则在束缚我。但是这也不是什么好事，我总不能一直在这诡异的世界以一个死人的身份活着。我之前经常玩剧本杀，我觉得突破点就在张丽身上。舒然继续道，突破点在张丽身上。张丽的自杀没这么简单，说不定只要挖掘出真相就能出去了。我心里也燃起了希望，最可怕的是未知，有了努力的方向，也没那么彷徨不安了。问题是去哪里找寻真相呢？深夜，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人显示是我老公，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会在凌晨2点死亡，可他现在分明就躺在我旁边睡得正香。我扭头看向了一旁发出均匀呼吸声的许江，他闭着眼睛正在熟睡，他的手机也安静地放在床头柜上充电，可手机里传来的声音的确是许江的声音，就连来电显示也是许江的号码。小冉，他的声音听起来激动又震惊，还带着一丝哽咽。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紧接着我听到手机里传来了许江急促的呼吸声。小冉，你那边是几点？我再次扭头确认躺在我身边的确实是许江。我虽然心里震惊的一批，但还是老实回答10点。许江很明显地喘了一口气，还有时间。小冉，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惊讶，但接下来我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好了。我这里的时间是1周后，我刚好参加完你的葬礼，你会在凌晨2点死去，也就是4个小时之后。死因是许江的语气停顿了一下，这实在太离谱了。我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电话，或许有人录下了许江的声音，又用 AI 提取伪造了一段。但当我拿看到许江的手机的时候，一股寒意从我尾椎骨升起。许江的手机上显示正在通话中，而通话的对象是我，这的确是一个来自未来的电话。我很快冷静了下来，你的死因是高空坠落，警察调查的结果是你失足从3楼摔下，因为你是头着地的，所以直接造成了你的死。但是我不相信你是失足死的，现在的我恐怕已经睡着了吧。小冉，请你马上把我叫醒，并且让我保持清醒，不要睡着，因为我迷迷糊糊听到了你和杨宇的争吵声，然后就是你从楼上坠落发出的巨响。我怀疑是杨宇杀死了你，这一次我绝对要保护好你。杨宇是我的闺蜜，今天早晨我们3人一起来到了这幢位于深山上的别墅。这幢别墅是许江父母出国前购置的，本来我们预计在傍晚下山，但不料突然遇到暴雨，山体发生滑坡，只能在别墅上过一夜。巨大的信息量让我一时之间难以接受，我还想询问许江，电话却突兀地挂断了。我看到手机上显示出了一行字，通话次数5，通话时间刚好是1分钟。难道这个数字代表的是我能和未来的许江通话的次数？可我却很难相信杨宇会杀了我，因为我和杨宇从大学认识到现在已经5年了，我们关系好的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我还是决定先叫醒许江，但许江不知为何睡得非常的沉，不管我怎么拍打他，他就是睡得很死，这不太像是正常的睡眠。许江患有轻度的焦虑症，他非常的浅眠。
只要一点动静，他就可以醒来。我突然想起晚上许江曾喝下了杨宇递来的一瓶矿泉水，难道这个水里被杨宇加了什么东西？我心里一沉。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门外传来了敲门声。下一秒，杨宇的声音响起：“小冉，你睡了吗？如果没睡，可以出来陪我聊聊天吗？”他的声音和往常的相比，有些沉闷，像是捂着嘴巴说话一样。此时，窗外闪过一道惊雷，豆大的雨点撞在玻璃上。我攥紧了手里的手机，屏住呼吸，不敢出声。但我突然意识到房间的门没有锁，我深呼吸一口气，光着脚踩在了地上。虽然我已经以最小的动静来到了门前，但没想到杨宇的耳朵竟然如此敏锐。我听见声音了，小冉，你还没有睡对吗？我颤抖着咬住嘴唇。杨宇又说道：“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不说话？”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准备将门锁上的时候，却发现这个门根本就不能反锁。我很担心你，我可以进来吗？杨宇的声音带着忧虑。我的呼吸急促起来。我意识到，如果我再不出声的话，杨宇绝对会开门进来。我平稳了一下呼吸，说道：“小宇，我刚醒上了一个厕所，我今天有点累，我们明天再聊吧。”门外陷入了一阵良久的沉默。最后，我听到杨宇说了一个好，我松了一口气。但这时，我的手机再次响了，来电显示是杨宇的名字。我皱起眉头，还是接起了电话。小冉，是小冉吗？杨宇的声音显得惊喜又难以置信。是我。我不明白杨宇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但下一秒，手机那头传来了他激动的嚎啕大哭的声音。这些天，我像个疯子一样拨了无数次你的号码，别人都说我疯了，但我就是想再听一听你的声音。我心底升起一个难以置信的念头。很快，杨宇接下来的话验证了我的猜测。小冉，我现在说的话，你可能会不相信，但我必须要告诉你，再过4个小时你会死。我现在所在的时间是1周后，我刚参加完你的葬礼。你从别墅的3楼掉落，后脑着地死亡，警方判定你是失足掉落，可我根本不相信，因为早上我们上山前，我偷听到了许江在打电话，他给你买了一份巨额意外保险，一定是他预谋杀死你。小冉，那天晚上我一直想要和你说这件事情，但你却并没有给我机会。或许这次通话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小冉，你马上离开房间去找我，我会保护你。杨宇急促地说道。此刻通话戛然而止。深夜，我分别接到了闺蜜和老公的电话，他们都非常严肃地告诉我，对方会在凌晨2点害我坠楼身亡。可我现在不知道该相信谁。接上文。我转过头，却发现许江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他睁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一瞬间，我心底升起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许江，你醒了，我刚刚怎么叫你都叫不醒。我露出一个勉强的微笑。许江歪着脑袋看着我，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脑袋沉得厉害。他看着我，欲言又止地说道：“小冉，我感觉我现在的状态不对劲，我怀疑是我晚上喝的那瓶水有问题。我回想起晚上杨宇给我们递水的时候，一瓶是常温的，一瓶是冰的。许江知道我不爱喝冰水的习惯，所以他肯定会选择那瓶冰的矿泉水。难道杨宇利用了我们的习惯，让许江喝下了那瓶有问题的水？小冉，其实我一直想要告诉你，杨宇似乎有问题，但是你和他的关系太好了，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说。你来看一下这段视频。”许江从手机里找出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我们3个月前订婚时候的录像视频。视频里，我和许江在众人的祝福下露出羞涩的微笑。此时，镜头扫过了杨宇的脸，他露出了一个极为奇怪的表情。杨宇像是在微笑，但他的眼睛却刻意地睁得极大，死死地看着我们。老实说，我被杨宇的这个样子给吓到了。我们认识这么久，她在我心目中的样子就是一个大大咧咧、心思单纯的女孩子。那天看完视频，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对劲，就去找了以前我们3人在一块的一些照片。看完许江手机的这些照片，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每一张照片上，杨宇的表情都相当的抽人，他皮笑肉不笑地盯着我，笑容夸张又刻意。之后，我去调查了杨宇的一些过往。你还记得他曾经告诉过你，他高中曾经被室友霸凌吗？我点了点头。杨宇的确说过这件事情，他高中被室友集体霸凌，后来就转学了。为此，我曾经很心疼他。许江深呼吸一口气，他给我看了一张新闻截图。2013年3月1日，建设中学405寝室发生意外失火，寝室内3人全部死亡，唯有1位学生因晚归未回宿舍幸存了下来。建设中学就是杨宇以前读的学校。我心脏砰砰直跳起来。这件事情，杨宇从来就没有告诉过我。我联系上了杨宇的高中同学，他告诉我，当年那场火灾，警方怀疑是有人故意纵火，但是没有找到证据，是一件非常邪门的事情。而且杨宇从没有被霸凌过，相反，他和寝室里其中一个女孩的关系非常好，但是自从高2开始，他们的关系就不如之前。准确来说，是杨宇班上所有人都变得有点害怕他。为什么？我疑惑地问道。许江的鼻尖冒出了微微的汗珠。高1的时候，杨宇被绑架过。他被绑架之前，性格是非常安静内向的，但是自从被绑架后，他的性格就截然大变，变得十分外向。杨宇同学说，他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奇怪，甚至连饮食习惯都和之前不一样，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许江，我找到了当时杨宇被绑架时的新闻。我看到许江手机上当时被捕的绑架犯的照片，那是一个长相非常凶恶的女人。但令我最为恐惧的是，照片上的女人是笑着的，而且她的笑起来的神态和我之前看到的杨宇的笑非常的相似。许江看着我说出了一句让我胆战心惊的话：“小冉，你觉得当时回来的是真正的杨宇吗？”我被许江的话吓得汗毛耸起。我回想起这些年和杨宇相处的点点滴滴。杨宇性格像个男孩子，但是对我一直都很照顾。我还记得大学有一回，我食物中毒，上吐下泻，衣服裤子上全沾上了呕吐物，狼狈的要命。是杨宇彻夜照顾我，一点点给我擦去身上的呕吐物。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要跟杨宇做一辈子的朋友。可我却突然发现，我根本不了解杨宇的过往。他从来就没有和我说过他高中发生的失火案和被绑架的事情。
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我低头一看，是杨宇的电话，不准确来说是来自1周后的杨宇。我看了眼许江，我去上厕所。我迅速走到房间内的厕所，接起了电话。电话那头还是杨宇带着哭腔的声音。怎么之前电话这么快就断了？我还有好多话都没有说完，打了好久才打通。小冉，我要告诉你一件关于许江很重要的事情。你死后，我一直在请人调查许江，他其实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许江的哥哥从小性格就十分怪异，12岁了依旧尿床，喜欢虐动物，并且经常对同学进行暴力行为，这是典型的杀人犯前置。许江14岁那年，他的哥哥将同学打致重伤，赔了不少钱。就在他哥要去少管所的前一晚，家里发生了一场大火，许江的哥哥在火灾里直接死亡。小冉，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许江要对我们隐瞒这件事情？你说当年在火灾里死去的那个人，会不会是真正的许江？我的心脏猛地一紧。双胞胎一般来都长得极为相似，如果当年活下来的不是许江，而是他的双胞胎哥哥呢？为了逃脱去少管所，许江的哥哥便以许江的身份活了下来。我的呼吸陡然急促起来。杨宇和许江说的话，到底谁是真的？就在这个时候，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小冉，你没事吧？我听你似乎在里面和谁说话。许江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我连忙平稳呼吸，我没事。突然，电话里的杨宇压低声音，恐惧地说道：“小冉，你的死因变了，你的死因从高处坠落变成了心脏破裂，你是被刀捅死的。”我的心脏狂跳，我小心翼翼地弯下腰，趴在了地上。透过门缝，我看见了许江的脚，还有他手上握着的极其锋利的刀。这时，手机里的声音戛然而止。1分钟的通话时间到了，剩余通话次数3。门把手支架缓缓扭动了起来，我惊恐地后退。下一刻，门开了。闺蜜告诉我老公要杀了我骗保险。晴晴，你听我说，你现在很危险，我没有和你开玩笑，你老公要杀你骗保，你快来我家。是刘静的声音，但是她说我老公要害我，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老公明明出差了，怎么会害我？但是刘静的话很急促，不像是骗我，我担心他，还是第一时间找了他，他带着我逃走了，我们躲在一个废弃工厂。他跟我说了很多，我的头一阵剧痛，我隐约想到了那件事，那是和尹九在一起的第2年，我被绑架了，绑匪没有提任何要求，只是把我囚禁了，让我听命于他。在这期间，我一直被蒙着双眼，到后来老公把我救出，我落下了怕光的病根。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双眼都是模糊的，我多次提出分手，老公都拒绝了，他说他会娶我，保护我一辈子。这段记忆太久远了，模糊了许多细节，我的头更疼了。晴晴，你醒醒，是刘静在呼唤我，原来这一切都是梦。刘静，我的头好疼，你可不可以去帮我买点药？我故意把它支了出去，冷静地拿起手机，里面都是老公的未接来电。我回拨了电话，老公好像特别着急。小晴，你去哪里了？如果你和刘静在一起，一定要跑出来，小心刘静。突然，我听到了门锁的声音，刘静回来了。我挂断了电话，若无其事地躺在床上。我刚刚听到你在说话，是不是尹九找你了？刘静表现得很慌张，说着他就要抢我的手机。没有，你听错了，刘静，我的眼睛好像看得更不清楚了，我好害怕。刘静见状，连忙安慰我。我利用这个机会，把手机一脚踢到了床下。对于我老公要杀我骗保，我一直持有怀疑态度。我老公是集团老板，他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而且刘静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正当我思考这一切的时候，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刘静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警觉地问了句：“谁？”小晴，是你吗？我是老公，快开门！门外传来了饮酒的声音。老公在门口用力敲门。小晴，你相信我，刘静要杀你，不信你听这个录音。门外传来了一阵滋啦滋啦的声音。我爱你，我看到你跟他在一起，我就极度的发狂，他都不干净了，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这个声音我再熟悉不过了，这是刘静的声音。小晴，你听到了吧？从始至终都是他自导自演的，他要杀了你。门外的饮酒有些歇斯底里。录音吗？我也有。随即我看到刘静从包里拿出了一支录音笔，等我杀了他，拿了他的保险金，公司就能东山再起，足足1000万。刘静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对我说：“晴晴，我早就知道他在外面背着你搞外遇，所以我假意接近他，想要给你争取更多的证据。但是我没想到，他竟然会如此丧心病狂。”我止不住的全身发抖，这一切都太诡异了。一边是闺蜜，一边是老公，我究竟该相信谁？我居然出生在乱葬岗！听我爸说，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差点憋死，1天1夜也没有把我生出来。村里所有的鸡鸭鹅狗猫都叫个不停，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出事。直到家里来了一个叫花子，像极了江湖骗子，手里拿着半瓶酒，醉醺醺的上我家来讨一口饭吃。我爸也是心软的人，就给了他一点剩菜剩饭。可是这个叫花子直接赖着不走了，这可把我爸气坏了，打算把他直接赶出去。叫花子笑哈哈的吃着东西，表示跟我有缘。走的时候留下了一道符，对我爸说道：“你儿子要是再不出声，怕是熬不过1个小时。如果你相信，我就带着你媳妇去乱葬岗。”我爸气得对他一顿骂。可我妈回过神说道：“孩子还没有出生，他怎么知道是儿子？”结果我妈不顾我爸的阻拦，自己去了我家附近的乱葬岗。乱葬岗以前埋的都是一些无名无姓的人，现在也早被改成了公墓。等到我爸找过来的时候，我妈正靠在一块墓碑前休息，公墓有人正在上坟，人家都是在哭。按正常来说，刚出生的孩子也应该哭，可根据我爸说，他看到我的时候，我正在我妈怀里笑，跟整个古墓的气氛完全是格格不入。当他发现我真是男孩后，感觉那叫花子不一般。等到我爸扶着我妈准备离开的时候，他们俩却赫然发现，刚才靠着的墓碑上面主人的照片竟然跟那个乞丐一模一样，而他墓碑上刻着的死亡时间正好就是我的生日。你肯定难以相信，昨晚上我目睹了一起凶杀案，但警方却说我在撒谎，对面根本没有人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地板上厚厚的灰尘提醒着我，这里就是一个没人居住的空房间。李警官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又凑到了窗户旁边朝外面看了看。我跟你说了吧，这里根本没住人。
我不自在地挠了挠头，怀疑自己昨天晚上看到的是不是幻觉，但是我隐约又觉得不是。昨天晚上是个暴雨夜，雷声阵阵。我从超市下班回来之后，很早就睡下了。半夜我起来上厕所，无意当中看到了对面的房间里亮着灯，窗户上是一对男女纠缠的身影，他们的行动被房间的灯光投影在了窗户上，像皮影戏一般。我最开始还以为是哪家夫妻办事，直到我看到那个男人拿着一个我看不出东西形状的物品砸到了女人的头上，然后他再也没有爬起来。我连忙报警，可警方来了之后却说我撒谎，那间房间他们去搜索过，根本就没人住，这太离谱了。好在路过的李警官走来，他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知道我的为人，帮我解释了几句，才避免了我被抓起来的命运。事后我们俩找了一个路边摊，掉了2瓶啤酒和一堆烧烤。李警官制止了我喝酒的行为，你是不是又犯酒瘾了？我拿着酒杯的手一顿，是吗？是我喝多了产生的幻觉吗？我有酗酒的毛病，就因为这我老婆也和我离婚了。听说酗酒是有基因遗传的，我爸就因为酗酒失手杀了我妈，而我也没有逃过这个诅咒。人真的是个很奇怪的物种，我们最终都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我渐渐相信了那晚只是我喝多后产生的幻觉。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我被2个警察一眼严肃地带进了警察局，就是那种电视里演的那样。他们说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是那栋楼的女业主，而我变成了唯一的目击证人。我看着照片里女人的模样，女人被装在行李箱里蜷缩着，是钓鱼的发现了她。从事发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星期，尸体高度的腐烂，不过她的额头上还是很明显看得出有一处伤痕，跟我看到的那场凶杀案一模一样。只不过我颤颤巍巍地举起手里的照片，这不是死者。我确定，我看到那个男人是用右手打了女人左侧的头，而这个伤口是在右边。这个女人一定不是那天我在窗子外面看到的那个影子，所以肯定还有一个死者。2个女人都死在了同一个雨夜。